进入到双方 BO5 的第一局，蓝色方成都一商会，红色方 KSG。先办先选的是 AG。第一局的话，就看体系英雄会不会放出来。先搬一个元辅 AG 这里，那 KSG 就要去搬鲁班大师了。如果说这种体系英雄这样对着搬，一直搬到后面，连盾山和钟馗这种也对着搬，那 AG 一楼应该是拿敖影，然后 KSG 就可能要少4元加仓，就是我们最近常见到的一套对打阵容。就是你一套我一套，是的，对吧？你 A 我 B， 你 B 我 C， 就这么选。鲁班大师还是送上了班位，钟馗也搬掉，就是搬盾山，对，互换板子。那盾山 KSG 搬不搬 ？KSG 搬的话，那 AG 这边就像刚刚黄超说的，一楼敖影概率很大。如果是放盾山出去的话 ，AG 也可以一楼敖影。哎，是。盾山搬掉了，这样的班位对于这两支强队来讲是特别稳的。没错，这第一把对于 KSG 来说刚打完一场比赛，对于 AG 来说我还没打过，然后 KSG 对于 AG 目前的情况也不了解，因为分在一个组，通常在训练赛我是不会约你的，是吧？是的，通常是这种情况，通常都是约组外的。敖影，那 KSG 少4元加仓，先选狂铁。但仓肯定是要拿的，拿仓是比较好在这个版本里面打敖影，而且这个版本的幽影袖剑对于仓来说，它是可以放在第2个大件出的。是的，比较适配于打敖影。是的，用袖剑来代替影刃这件装备。对，这样 KSG 它的这个红色方这2个手的一个思路就在于我先保证我双边优势。而 AG 的话，则是选择了夏洛特，然后再搭配一个少思源。那这样 AG 的阵容前3手目前看起来是弱于 KSG 的。不过这手少思源倒是把仓加少思源这个组合给拆掉了，抢了一手。哇，海月，这少思源得小心啊，夏洛特得小心啊。海月限制夏洛特特别好用。KSG 在红色方这一上来前3手做的很强。要的就是一个线上优势，他要拿前期线权，然后围绕句号这个点在打野上面去做经济优势。阿古朵搬掉了，看 AG 的选择，感觉他是 KSG 这边想拿大司令吗？有点，因为他搬阿古朵了。搬阿古朵这个点的话，首先自己这边海月肯定是不怕的。对，海月是怕阿古朵的嘛。然后大司令也怕，所以他这个阿古朵直接搬掉，然后元坦也搬了，对，大司令 AG 不放，直接搬了，然后同时 AG 还拆掉了朵利亚杨戬那一套，就你单拿杨戬他不怕，对，不过 KSG 的话，他打野位上因为有一个狂铁的关系，这把也可以考虑来刺客，是，或者是战士云鹰或赵云，赵云这把倒还可以，正好有敖影，打一手敖影还不错。然后游走上面的话，可以再补一个，可以考虑来一手大禹。那可选性比较多，老虎也能拿呀。他老虎跟狂铁也能搭。裴擒虎搬掉了，裴擒虎没了。但是刚刚你说的赵云这一手是真可以考虑。是的，要不要拿掉？看 KSG 4楼还剩个游走和打野，怎么想的？游走其实可以不用藏了，先拿苏烈了。苏烈跟海月做搭配。海月先守苏烈，在外面守门，打野再看一看。打野可选性确实比较多，他也等 AG 这边把打野出了之后再拿。是的，那句号目前在这一局比赛的英雄战术地位还是非常高的。他先拿双线优了嘛，双线优的话，中野辅这一块你打野先不亮也是好的。然后 AG 的话，先要考虑一个中路跟海月这边对线不吃亏的英雄，梦奇。梦奇先拿。最近梦奇出场率是越来越高了，他打很多英雄都有奇效。是的，因为这个英雄的话，他的刷野有队友帮忙提速，在比赛里面，所以发育速度是比较快的，而且中期的时候坦度很高。出完冰矛之后，具备着很强的留人能力，重点伤害也够。他自己的2技能的减速是受到 AD 影响的，对。然后他出红刀，然后加冰矛，然后最后一件装备再补一个逐风的话，他的 AD 加成会非常高，是的，能够让梦奇这个英雄的减速效果直接拉满。因为冰矛本身也是带20%的减速。韩信10楼韩信吗？这个英雄拿出来就是弥补自己阵容的分带不足。
但是飞的话打梦奇还行，但是当他韩信的话，似乎也就只能去限制一下嬴政这个点，其他人其实不怕他。是的，所以他就最终还是换成了飞。这里应该最后组出来就是要 KSG 的中野辅要比 AG 稍微强一点，然后飞的话也是一个可以限制 all in 的英雄，进去可以直接逼大的。他比赵云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的爆发能力强。对，但坦度没有赵云高，容错率比赵云低。那可能想的是，因为这局比赛他毕竟在对抗路的位置出的是一个狂铁，所以在打野的位置想出一个就是核，再大一点的核。赵云的话，他后期的核能力其实是没有飞这么大的，因为飞上墙之后，他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射手来看。是的，这局的 AG 尺度一定要拿捏好。KSG 的先手会比较强一点，海月这个点的话，打 AG 这个阵容，只要能把梦奇拉走 ，AG 只能靠嬴政在那边扫大招去劝退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把梦奇接出来。不然的话，基本上梦奇被拉到那里定住 ，KSG 其他几个人围过来 ，AG 是不好接的。或者你夏洛特真的发育的特别好，你让夏洛特过去把人家后排搅乱了，是的，是吧？但是你这个的后期了，但你在整个前中期的话，梦奇成为了队伍的单前排 ，KSG 这个阵容的拆火能力，包括他的开团定战场能力都特别强，场外能力就更强。对，所以中艺他作为自己这套阵容里的一个前排的话，他在站位上面一定得非常小心，而其他人的话就不用去忌惮这手海月，因为他们手长，拉不到他。对，嬴政啊、敖影啊，这边可以慢慢的去打消耗、打 poke。KSG 阵容偏强开 ，AG 阵容偏消耗拉扯。你看流浪到底能不能把中艺给留下来了，把这个团给他打起来，或者去想办法针对一下渲染，因为大帅这把毕竟带的是一个净化，很难去拉到他，最多是做一个技能上的互换。如果说有人帮他垫一下，先去逼大帅进化出来，那后面其实可以试着拉少苏远的。那就是苏烈了，苏烈或者飞都可以帮忙垫这一手。对，基本上现在少苏远打苏烈彼此之间是互相影响的，但是你这手进化一代会让晚星的苏烈变得很尴尬。对，少苏远的话就可以打得再激进一点，因为他在有进化的过程当中，他就不怕被留。对，只要身上在队友那边挂个一技能，他就可以看到人2-2直接踢上去来一个，然后再一技能飞回去。想留他都很难。宝教练和子期教练第一把的 BP 已经结束。这场比赛大家在抽签完了之后特别期待的一场比赛，因为3组是死亡之组，其中有成都一商会、重庆狼队和 KSG 3支队伍，他们对于 S 组的竞争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。那么在第一场比赛 KSG 大胜了之后，现在 AG 如果能够从 KSG 手中拿下积分，那于 AG 而言肯定也是好的。那么接下来就要看 AG 和狼队的那一次交手了。如果彼此打成个循环，那就有趣了，那就有意思了。但是如果 KSG 这场比赛能够在赢了狼队之后再把 AG 赢掉，那 KSG 在这个组别 S 组目前应该没啥悬念，应该没什么悬念的啊。来吧，进入到双方比武的第一局，蓝色方成都一商会，红色方 KSG， 我是9瓶子，我是解说黄超。比赛开始，全军出击。刚刚也看到现场有粉丝在喊小凡，因为小凡在上个赛季还在成都一商会打比赛，这个赛季转会加入到了 KSG。前期的话是各控半图，渲染上去凶一套状态，然后2技能往上走。长生这2瓶 A 都穿到了草里的屋檐，要把狂铁打回去吃血包了。那海月没走，嬴政看海月漏了一下，应该是选择回中了。那上路空间之灵就不要了。嬴政还是要钱呀？对，要吃一点。但流浪的海月其实也是要经济的，而且海月这个英雄，他如果有一定的经济，会让这个英雄在中期对于击杀这一块概率提高很多。是的，你不能只把它当成一个拉人固定战场的一个工具人。因为海月他经济高了之后，他出装出得快，他法强高，对夏洛特的压力是很大的。
来下路反个赤甲，下雨一个人，被打的并没有很激进，出去容易被越，站得很靠后。第一视角给到了句号，惊喜接近，好像对这个梦奇有想法，点了一下梦奇，极步之靴加个红刀，没什么机会。这把综艺肯定是要红刀，然后再选择做冰矛和黄盾。对，现在梦奇基本都是这个出装，对，这样的话保证他的一个刷钱速度和伤害，因为他的抗性可以用自己的被动来叠。对，他需要在4分钟之前把这些等级提到8级，这样在4分钟龙团那一波是强度最大化。是的，轩然把自己的赤甲给保住了，中路有个碰撞，集火。看能不能带走，海月拉了一下，最终成功将大帅给击杀，拿到了1血。句号的1血，当时正好是挂上印记了，挂上印记，然后斩的同时，流浪这边拉进去杀的，但是实际上拉进去之后，句号杀的。是的，一个净化不够用啊。没错，你虽然说少思源有净化可以防一手控，但是你在前期的时候，对面硬伤害就能把大帅给灌死。可能 KSG 想要去灌掉这个梦奇有点难，但是打大帅的话很容易。对，少思源还太脆了，身板。刚的位置在正面去跟 KSG 做对抗的话，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除非你让梦奇在前面一个人顶很久，是的，然后你后面的人通过长手来去打。但当你想上去留人，或者说你被对面开到了自己家的脆皮之后，你想要再走就很难了。而且 KSG 这个阵容，它可以，就像刚刚黄超说的那样，可以骗你的进化，然后再接后续。这波苏烈给大招拍了一下，梦奇撤走了，少轩再踢一脚，一技能飞回去。这样的话，晚星过来开了一波节奏，自己的状态掉没了，同时也没有大招和闪现。不过队友提前落位到了龙坑处，明正给大家想尝试抢一下，没抢到。句号还是稳定的把龙给控到了。刚才下路这波晚星的话，就是想尝试开一下这个没进化的少思源，然后在发现少思源距离太远不太好开的时候，他把目标转到了敖影身上，想逼敖影大招，但被梦奇拆了个火。是，这波过来找到了小雨，再闪现过去追点一下，敖影完成了这波击杀，一诺拿到人头。这波我感觉小雨放松了，因为前面他一直很谨慎。对，飞下来，结果直接被一诺和大帅蹲了一手啊。对，狂铁从上面传了一下，但是落地又被打状态了。落地之后，他想要用1技能过去找一诺的敖影麻烦，但是距离太远了。正好这波线也来了，下打可以拔掉。上路想换节奏也换不了。KSG 这时候就像句号慢慢发育，现在经济已经很高了，4700，全场第一。句号的野合能力还是很强的。就你让这个飞的经济如果发育的很高的话 ，AG 的双后排会很难打。看着苏烈的位置，直接交闪，把长生闪现给吓出来了。其实晚星的闪现还没好，这时候看还差个几秒钟。但那个位置你把嬴政如果要是往下路逼，那也比较尴尬。这波过来直接给大招，流浪拉到了长生，那长风这波在里面是凶多吉少了。但是看队友看能不能在外面接应一下，只要在里面能够活下来，就有机会。苏烈又续给大招出来，直接开拍，但是他选择的拍的是右草里的一诺的敖影。一波将双 C 全部拿下，继续往前追击。费再给一个挑，给个玉化，成功收到了中 E。一波0换3。这波最开始晚星中路逼闪，逼闪那一波，然后 AG 他的一个动作是想要去看一下这个蓝，去骚扰 KSG 打蓝。是的，但你在骚扰打蓝的时候，流浪过来了，非常果断的把这个没闪的嬴政给拉走，定战场了。定战场了之后出来的时候 ，KSG 应该有沟通说这个嬴政。飞可以去收，或者是海月可以收，所以晚星他2技能续了大招过来，一手指东打西，直接拍了一诺，当时在一诺也收了中右草里的敖影，因为那个位置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，都感觉晚星是要冲着嬴政去的。对，来回看一下这波，这是海月闪现拉，来看
狂铁先给拍，拍完了之后苏烈再拍，这一波应该是无言给了信号，然后晚星赶紧调转自己的大招方向，然后接应了一波狂铁的2技能的拍。一诺在那个时候正好还是个护甲鞋，这一波打完 KSG 的这个攻势就完全打开了，现在流浪可以再更多的去寻找这种机会。是 ，AG 如果拿捏不好尺度，一直被海月开先手，他们是真的很难打的。看打野位的经济差，已经拉开了1300。那 AG 的阵容，如果夏洛特经济能够跟得上的话，他们还可以往后再继续拖一拖。但句号现在的发育已经有点止不住了，又来了，飞上去给一刀，直接秒。这手速太快了，而且是个单杀。是啊，他一个踏羽飞檐之后落地大招2段直接秒了，感觉他1秒钟把技能全部放完了。苏烈跟过来，大闪拍一下2技能顶一手，配合队友过来之后再集火找渲染的麻烦，又是一个玉化，再杀掉渲染之后又将敖鹰给击杀，晚星拿到了这个头，海月给大招拉一个进去，出来的中医也出不来了，一波1换4。连战连捷的 KSG 下路在推防御塔，还有2条龙兵在这里，剩下长生和大帅2个人镇守下路的高地塔，有点困难。嬴政至尊王权全部被苏烈给挡住了，后面的龙兵根本清不掉。KSG 拔完了下路高地就撤走，8分30秒钟 ，KSG 破掉了 AG 的下高，但这波少屯上去之后想要留人，但是身后只有一个嬴政，伤害是不够留住狂铁的。刚才这波连续的节奏，句号太帅了，从中路打到下路。2个大，就这个经济的野合飞你拦不住他，他团战给到后排的冲击力就刚刚完全展现出来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是这么说，但是真的能打出来是比较少的。对，看这里的一个追击，追过来是收夏洛特的。苏烈留人，然后飞进场一个大招挂上印记，夏洛特想走还是死，但最后飞没技能了，只能回头用个一技能，然后去刷强补打梦奇，把梦奇打残，海月进去再把梦奇收掉。看这个飞在天上，来来回回，伤害占比31.4%，分均经济905。把 buff 反走，等个20秒，刷暗影暴君。下了狂铁在截线，那海月就在狂铁的身后，所以渲染也只能把线放回去。主宰暴君获得强化，终于慢慢去摸位置，但这龙的血量已经被 KS 压得很低了。过不去了，苏烈一个人顶在前头，大招拍3个人，再来3段1，配合队友直接带走了敖影，然后飞再进场给个大招，又击杀掉了一个，由无言的狂铁拿下大帅。这波晚星，他上去兵甲然后接大，你要跟我说这个选手在过去的1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怎么上过场，而且辗转反侧了3到4个俱乐部。我是有点不信的。出来交大走，保了一下被动，狂铁进去了一波，对，2技能出来，苏烈在护大，让仓在后面点塔，中路高地没推掉。晚星的这2场比赛打的实在太过惊艳，主要他全是那种操作，很帅的操作。对。他过去的这1年的时间里，在 DYG、在 RNGM、在微博、在狼队，然后在 KSG 中间还回去了一次，然后又去了狼队，然后现在又回来。看一下这一波，正面在打龙，然后狂铁蓝梦奇，然后苏烈一个人过去拍3个，闪现拍，直接就把敖影给处理了。太敢打了，是的，当时这一套连控的一诺都没反应过来，因为他有兵甲嘛，对他可能觉得苏烈当时一个人过来应该是不足为虑，是的，可能可以吃一波，但没想到
苏烈这一波控制太足了。你3个人站一块儿了，苏烈把你震起来之后，你那个余震伤害也很高的。对，就苏烈最喜欢的画面就是5个人扎堆战，吃我一个大。所以以前有纯输出的那种苏烈嘛，打对方路的。仅仅如此。黄杰把人拦住，中路兵线进来之前强拆掉，然后再转上路，上路有暗影之境。晚星继续往前顶，3高全破，12分18秒的时间。上路的大龙兵还在，继续闪现过去，再拍了一波，下路交大招，回头想反打梦奇，梦奇环砸到了2个人，苍直接闪现拉开了距离。苏烈这波有被动，队友想过去点灯，狂点3根起点点起来，海月给他拉了一下，飞这波进场直接给玉化，凌云之击带走了中翼之后，继续往前追，把嬴政赶到了泉水里，但自己也吃了泉水爆倒了。而渲染的夏洛特也阵亡，1换2。AG 是把兵线给清掉了，同时 KSG 的状态也不是很好，也没选择继续再压制。句号这波追得太深了，他有点上头了，想要把长生给直接切了，但后面平 A 距离不够，一直摸不着。他要是真把长生的嬴政给切掉了，接下来4个人其实有机会的。接下来4打2啊！而且刚刚还有2波龙兵，那2波龙兵的话，只留敖影加上邵思源是很难守住的。是的，还是一个没大的敖影。句号想快速终结比赛了。还有12秒钟刷龙，这条龙 KSG 应该是没跑 ，AG 出不来。出来句号绕后空间太多了，直接踏玉飞檐绕到后面去很容易。AG 的话，趁着 KSG 打龙的时间出去摸波线，补一下经济。拿着暗影暴君的 buff，KSG 现在是想要求战的。可以再等一会儿，等苏烈一个闪现。但这个阶段 AG 有点接不了这个团，3路线一起压进来，苏烈闪现也好了。然后大帅的进化还没好呢，然后渲染的闪现也没好。那 KSG 是全技能，兵线来了，上路句号一直在 A 人，敖影风龙魂没打到，但是把兵线给清了。退一步，还有19秒钟刷主宰，所以 KSG 没冒这个险。而且线已经被 AG 拦在了外头，这波过来，梦奇梦境环游扯断了海月的链子。主宰还是会被 KSG 拿到 ，AG 争不了。暴君不好压境，主宰拿到之后，带着暗影之境直接放中就可以往前进了。本局比赛，晚星的苏烈硬控时长21秒，击杀参与率100%。有3个击杀，9个助攻，全跟他有关系。等龙兵刷出来，可以把暗影之境也放了。直接放中，顺着中路打。顺着暗影之境还有个免伤，这波可以压3线了，就在高地前。介入之灵魂，龙兵来了，看看 AG 这波怎么守。这波如果守下来的话，经济就能差不多全部追上来，要饱和。但苏烈先动手了，直接拍了2级的顶到，又是开到了敖影，敖影被迫交出大招，邵思源也剩下1/3的血量。龙兵进来了。晚星一个人已经打退了2人，然后这边梦奇扛住苏烈一个2级的顶走了，自己的被动没打出来，梦奇环游直接回头，但是海月给大招直接拆掉了夏洛特，夏洛特并没有能够威胁到苍也跳远了。不过这波看海月出来之后怎么说，兵线是已经被清掉了。是的，闪现走人，嬴政给大招追着扫了一路，但没能扫死，被 AG 守住了，不容易啊！这波没终结掉，那 AG 的经济就要补到饱和了。
这波晚星开的已经很好了，可以说是对于 AG 的这个视角来讲的话是惊心动魄。是的，但没有他把人推回去之后，没有人可以接第2下控。对，就给了 AG 一个缓冲的时间，然后就是 AG 的反打，AG 的反打就在中艺和轩辕之间，梦琪撞过去，然后轩辕闪现进场要兵甲去控到仓，但后面海月把夏洛特给拉走了。对，然后小雨跳走了，但是那个时候小雨也不是很好再输出了。是的，因为他已经被打残了，那波也很惊险。AG 的这个反打也是让 KSG 吓了一跳。只剩一击，只得耐心等待。这两个队伍说嘛，韧性都很强啊，而且手法都很硬啊。又是一条暗影暴君。这波在草里续奔狼想开人，然后拉一下，把龙拿完，再往前追击。海月已经把这样给定好了，拉的是个梦琪，但在里面想要消梦琪的血量就比较困难了。现在的梦琪是很肉的，而且是满质量。出来之后往回退一下，站在墙上的飞一直在 A， 想要集火打梦琪，但这波回头给一个他一飞檐落地之后，但没有能够地震造成击杀，但是还是挑掉了轩辕。但是小雨这个位置也阵亡了。苏烈拆个火，梦琪过来砸3个人，大招被动，狂铁往前再挤。敖影大招上天往回喷，梦琪还在顶，狂铁也在侧边顶，迎着能收掉狂铁草里续个大，直接闪现拍过来。是的，流量成功击杀掉了一诺之后拿到2级波，又把长生给拿下，继续往前追，不断的给2技能给控制，还能造个击杀，大山也到了，巨好拿到这个头之后，所有人一拥而上去处理中艺退回去给了个2技能，但没有实在扛不住，兵线也已经进去了，可以直接破水晶，让我们恭喜 KSG。哇，这一局比赛。KSG 他们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跟上一场比赛完全不一样的画面，他们在整个前中期打斗非常的主动，然后在中期飞拿到优势之后，句号不断的在用自己的手法来赢得团战，然后晚星的苏烈真的是技惊四座，太猛了。虽然 AG 后面的韧性也很强，但是3高全破 KSG 优势还是太大了。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任熙。哇，这一局快手的这个野辅的节奏确实有点太夸张了，很恐怖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告诉大家，就是打团的时候可以呼吸，就是他们在打团的过程当中，而尤其是晚星啊，他眼里看的都不单单是 C， 他看的是队友衔接开团的那个点，他每次控制能接上，包括对面站位集中的时候，他总是能够一个大闪拍到。最后一波的这波是更夸张的了，一波团里面2个大，第一个大是用来逼这个梦琪的大招，但是第2个大回马枪是让 AG 有一点没有想到的。这个苏烈我就看到了一个字狠，太狠了。而且像刚刚老王说到的那样，其实我们说一般这个开团位可能比较忌讳的是脱节嘛，对吧？你成为一个脱节位，那你会发现快手它这边它整体的协同性做的是很好的，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团战当中屡屡能出奇招的一个关键。他们最后一波团在动起来的那个契机也是有部署的，草里先蹲好，正面海月先配合苏烈先去强行开一个拉走，然后仓那边自己打龙，打完龙再赶过来，也有足够多的时间支撑到海月把人放出来。然后紧接着后续，其实 AG 也打了，就是反打也挺漂亮的，化解的很完美了。是，但是后续可能是 KSG 这边啊，他们在后续又交流了一波，然后蹲了一波草，然后又打了一波，这都很临场的一些情况了。就看起来觉得 AG 也挺能守的，守那3高被破了之后，在水晶门口守了2波。对，这一把真的太精彩了。因为快手这边在节奏上的压制，然后包括节奏又很紧凑嘛，真的是感觉让 AG 这边是有点喘不过气来的。对的。但是 AG 也是化解了2波。但是确实我觉得晚星，我们今天赛前还在聊晚星这名选手，说他可能为了这个机会也是等待了很久。然后来到快手之后，现在他们整体是一个4小局的连胜嘛。对的，我就想到他那天打狼的时候用的那个鲁班纳吃了，他的进攻辅就是他在把控这种距离感或者开团时机的时候很敏感的。而且他这把玩个苏力一次没有倒过，哇，一次没死啊！这个是波波都站得很靠前在开团啊。主要是我最惊讶的就是那一波，就是中右的那一波，就是原本会感觉他苏烈爆个大过来，可能会蹲着那个海月出来的位置，然后直接配合队友击杀掉，就是嬴政。但是他判断的很到位，第一时间就配合队友去补控，然后觉得海月一定这边可以处理掉这个嬴政的，因为嬴政没闪那波，对，然后配合狂铁去接了一波左边的 combo。
最后一波，其实这个夏洛特也抓了一波机会。对是的，因为在他们集火梦奇的时候，血染是看到了仓落单，然后配合队友切了过去，把仓给秒掉了。对，然后后续我看的那个团战的画面，我感觉快手应该只能退，就没有办法再接了，因为你少了大河，伤害少了很多。但是他们拉扯的过程当中又找到了机会。好，这把句号在中路的位置有一波画面感特别强。就这个嬴政在人群中直接被抓住，比如顶着你3个人，反正也不怕，就直接切。对，就快手真的是打得相当的主动，而且给到这个压制力是很足的。因为今天我们看前2场比赛的时候，当时也在提到一些队伍，他们可能需要去优化的空间，就是要打得更加主动一点，对吧？我觉得这局真的是看到了，就是在场上的主动，它能带来的作用了。对，还有就是快手他在拿到优势之后的滚雪球能力，他的节奏压迫感紧凑到什么程度？是我一旦拿到1点优势，我就会围绕半途疯狂进你的野区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本局的 iQOO MVP 给到了晚星苏烈，太强了。这晚星目前比赛看下来的话，就是感觉他的进攻辅真的强度有点太高了。机会抓得太好了。我觉得可以看到快手他们现在整体的协同性是非常好的，跟子琪教练的功劳应该也是功不可没的。我觉得他也帮助晚星很快的去跟这4个人融入在了一起，让大家拧成一股绳，才能在场上去打出这么默契的一个配合。对，他中间还有几次捕捉到那种大闪直接拍到 C 位，给你连控推回来的那种画面。而且这场比赛真的完全就看到了特别敢打，然后极致的操作。今晚吃什么？汤圆换一个，每次都是这个。就是这一波啊，这波判断，跟着队友去接 combo 去了。然后这波飞回弹是因为那个被邵思源定身，在下路2塔也有一波，对。这位置，这苏烈。直接续大接个闪现上去，而且队友跟的是特别快的。队友还在拿龙，但是他的判断就是队友一定能跟上，是，所以先把那个团开起来，跟的特别快，对，协调性特别好。看无言的位置，第一时间就跟了，然后就到最后一波，看夏洛特贴到仓配合嬴政，强行切，然后后续梦奇这边去留了。中野的这个大招释放的时机也很好，还有就是句号一直在被大帅给盯着。刚刚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，其实感觉 KSG 有点不对了，但是这一波，好，本局比赛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语音回放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。先管项链，我先快点，来拉银子，快就进！没上，来，银子退，别急，都是。注意看我，银子退了，银子退，得叫我上面打。奥运没封，奥运吗，兄弟？你的，我大上来，对抗，进红，莫奇杀完进红，这一路退后去。我都没在，我去上，你们去装，我带，我带，我没装他，冷静点，那中不退了，上面来。我的标银大能看吗？绕龙了，后续能留吗？留了，来，熬夜死，高，管线，去管线，先打，空点血能留吗？别急，空点血。OK，赶过来，可以留，可以留。来，能留吗？我看到了吗？我拉他，过来，快接。保住我打，保打。准备抽落的，先打落的，奥运没火。梦奇有大，落特是那个跟打落的，杀落的，没打落的死。我也别动，追开我。来看，推奥运3个，别急，简单，哎，能打，你这没闪，往前迈，别看你闪，我没闪，还有个灯，下来，奥运追奥运，看到吗？能打的吗？哎，能看，来，看，这没闪的，来攻，有，怎么看你？别急，杀了，杀，看我的枪，一波，可以，好看，可以，一波， ，nice，打好。